前方即将经过凤凰岭大桥，全长500米。灯光很漂亮。柳州吃过晚饭之后，当地这位朋友送我去酒店住宿。450米后右转。右转。450米后右转。在道路尽头右转。这里的夜景非常美。15的时候呀，那个月亮圆圆的，你可以看那个机位，就是月亮在它上面，就顶着它，就像一颗钻石一样。柳州之门。这边有一片，就是桥下面那边吧，有那种汽车尾箱集市，就很多人开那个小50 mini 啊，在那里摆摊，相当于汽车地摊。对。你要点击这里。这样。对。无证拍照。对，要点击。拍照成功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位美女讲的普通话非常像台湾人讲的啊？好了，现在我已经进入今晚入住的这家酒店了啊。这家酒店好像花了人民币160多块钱吧，一晚上。它是一家智能酒店。等一下大家知道什么叫智能酒店了。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，挺现代化的。它的装饰啊，内饰挺现代的，我比较喜欢。淋浴间也不错，好像有点北欧风格。智能管家，请打开电视。好的，正在为您打开电视。再见。入住之后呢，我就到街上去走一走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遍地的小 E， 柳州人把这些电动车都叫小 E，E 就是电动车的英语那个第一个字母。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，我就沿着街这样走，很多很多小 E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出来看见的时候，我真的被震撼到了。真没想到啊，柳州那么多的那个新能源车，也就是电动车，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柳州50的啊。柳州50，不是30，是50。而且我发现大部分都是2座的。据当地的朋友说啊，现在柳州这新能源车或是柳州的电动车呢，已经代替了2轮的那种电动助力车了，也就是这里大部分是在室内出行的人开这种电动车，而不再开那种2轮的电动助力车了。因为这种电动车里面啊，它有空调，有4个轮子，有2个座位，风吹日晒都不怕，所以柳州人特别中意这种电动车。我发现他们的设计啊，特别可爱啊。反正我觉得挺合我口味的。晚上的时候有点黑，灯光有点黑，中国大陆的治安绝对没有问题，即使美女半夜上街也没问题。我就沿着酒店附近这条街大概走了300-400米吧，就看见这么多的新能源车。我可以说啊，那个毁三观那个词虽然有点贬义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应该用着褒义。我真的是觉得是毁了我的三观了。我原来从来没有想到啊，中国大陆这个城市，而且是我们广西啊，广西是全大陆呢相对来说经济比较滞后的一个省份吧。广西的一个城市呢，竟然那么多的那个新能源车或者是电动车，那个理念非常的超前。朋友们可能好奇啊，这样一辆新能源车到底要多少钱呢？据当地的朋友说，最少就最便宜是28000，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50啊要做广告要打开销路吧，所以它开始呢非常优惠的价格，28000。也许大家注意到了，这个50电动车上面的名字叫上海通用50。那么这是上海通用的吗？也就是美国的吗？其实啊，并不完全对。它是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通用汽车中国公司
还有柳州五菱汽车有限公司，3方共同组建的大型中外合资汽车公司。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8年成立的柳州动力机械厂。这五菱品牌隶属于柳州五菱汽车有限公司，所以光从品牌上看的话，五菱品牌是一个实打实的国产车品牌。好了，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又上街去拍一拍，28000，然后呢，第二代加2000块钱就换第二代，也就是3万左右。然后呢，在中国大陆呢又有车辆购置税啊这样的所有的费用，听说办理好就是3万多一点人民币，也就是10多万台币，对不对？或者是4万港元左右，或者5000多美元，5000多欧元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白天起来，早上起来，另一番景象，那么多的这种小小的那个非常可爱的小 E， 小 E 刚才说的是新能源车的昵称，就是柳州人称这电动车叫小 E。我觉得哈，目测应该是在我拍摄这些街区啊，应该差不多有40%左右吧，都是新能源车。有的街道我觉得新能源车甚至超过60%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沿着柳江，也就是这个柳州这条河，沿着河边的滨江大道走。我喜欢这辆，特别可爱，它的设计，而且它有4个座，这种也有4个座。前面这辆只有2个座，好像。它的设计有点像德国的那个 Smart， 对吧？如果德国人看见，肯定说抄袭我们德国的，中国不要脸，怎么样？德国人特别喜欢说人家偷德国的技术，偷德国的设计。你看街上有更多的新能源车或者是电动车我告诉大家啊，在我们中国大陆，电动的新能源的肯定是绿牌的，大家看见绿牌的都是，蓝牌的是那个燃油车，绿牌肯定是电动的啊。不管是公交车也好，公车，也就是台湾说的公车，还是私家车也好，或者是那个电动助力车2轮的，凡是电动的都是绿色的牌子，所以非常好记，非常好认。我继续沿着滨江路走，我也喜欢这个五菱这个4座的车，很可爱，有点像面包，有点像那个馒头。这辆又是2轮的，这种车可能1个月它的电费大概是50-60块钱，最多不超过100块钱，而且停车是免费的，在室内你看，所以养车特别便宜。这就是为什么柳州人那么喜欢开这种电动车。好多人买了燃油车之后就不想开了，就是喜欢开电动车，因为一般来说啊，平时上下班就是10来公里，对吧？最多20公里，所以这种电动车完全可以解决日常的出行的问题、上下班的问题，还有日常的食品的采购啊，都可以。好了，这里才是最大的亮点，大家看看为什么？你看这涂鸦这种画，非常有时代感，对吧？青春动感。来了，大家看看，中国新能源汽车城，柳州就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城，实至名归啊！那么多新能源车，我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所以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。
还有大部分的2轮的这种，台湾叫机车，我们中国大陆叫电动助力车，大部分2轮的，绝大部分呢都是电动的啊，可能有1%的是烧柴油、烧那个汽油的，但是99%肯定是电动的车。还有这种汽车，你看都是电动的，几乎都是，不是吹牛了吧，对吧？有视频为证。两边街上都差不多停满了，大家看见对吧？这就是柳州啊，中国新能源车车城，哦，不是，是中国新能源车汽车城。确实啊，柳州人没有吹牛。柳州应该是广西的工业最强的一个城市吧。应该比南宁还要强。南宁呢，因为是首府，所以自治区的很多政策向南宁倾斜。但是说工业肯定是柳州要比南宁强，也比桂林强。桂林主要是旅游，还有轻工业。柳州啊，它有柳州武陵，还有柳工机械，大家可能知道，重型机械柳工，对吧？这种呢都是电动2轮的助力车，偶尔有一辆这个蓝牌的是燃油车。真的，燃油车在这里变成了少数啊。这种可爱的小小的就是电动车，上下班出行特别方便啊，在市里面。你看，它可以横着来停，因为它很短。这在大陆法律是允许的啊。在德国也是允许的，那个 Smart 也可以横着来停。但是我个人喜好，我还是喜欢有4个轮子的，哦，不是，有4个座的这种。哦，这种啊，充一次电大概就是第1代它有165公里续航，第2代有235，甚至呢有300多的，看你的那个花多少的钱了啊！你出的价格越多，当然它的电池就会越大。哦，有的网友很酸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台湾1450，因为我拍了桂林的，我说我们大陆的现在它画出那个框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些电动助力车都会自动的停在那个框里面，画出的框里面，大家看到是不是啊？有的网友他酸说啊，你拍摄当然是要先摆设一下了，叫那些人把它停好车，你再拍。我在这里，我就是早上起来我就出去拍，我不可能发动全柳州城，为了我拍视频，然后呢做出那个样子出来，对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演戏。当然那些人他不信也无所谓了，对吧？装睡的人叫不醒。像这种2轮的电动助力车，我可以告诉大家吧，在我们中国大陆大概是人民币2500块到3500块钱一辆，而这种电动4轮这种电动车呢，大概是3万左右到4万，就是像我们看的这种车都有3、4万一辆，然后2轮的电动助力车是2500到3500人民币。我发现这里国旗这里有习近平的。可能中国大陆之外的有些朋友们不太习惯啊。其实，习主席在大陆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因为我没必要做什么宣传啊，因为平时呢跟亲戚朋友啊谈论的时候，对习主席的评价非常高。因为这10年来呀，我们中国大陆各个方面的进步都很大。还有腐败呢，被打了蚊子啊、苍蝇啊、老鼠啊都被打了，而且一直不停，所以腐败现在比10年前好的太多了。所以老百姓呢特别赞成，特别拥护。这辆车我挺喜欢的，虽然是2轮的，特别可爱。这
这就是那个广西省或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街景啊，柳州市的街景，没有任何的粉饰太平啊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就是一起来我就出来了，就是给大家拍摄现场，相当于现场直播一样，真实的广西桂林，不是广西桂林，是广西柳州市的街景，就是那么多新能源车，就是那么多电车。东台路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找一找。而这一带呢叫金沙角。如果大家来柳州要拍摄这种场景的话，直接到金沙角东台路这一带就可以，真的非常的多。这种两轮车也非常的多，这些都是新能源，也就是电动的，它也是电池的啊。像大陆啊，现在1度电是5毛多。1度电，这种像面包这种像馒头形式的，我也挺喜欢。这个人他特别慢，他在泊车很慢的哦。这里补充一点冷知识，这个50宏光 mini EV 在欧洲啊，在欧洲的立陶宛有另一个名字。叫 Freeze Nicrop EV， 计划是通过立陶宛，然后进入整个欧洲市场。听说大概是1万欧元左右。如果真的有，我都考虑想买。可是呢，我们那栋房子，我们地下停车场呢没有充电插头，所以呢不现实。哎，感到比较遗憾呢。这条还是东台路。我乍一看，我以为呢是东台湾路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普通的街道啊、街头，可以看见时不时有这种电动车，这种小小的电动车开过，对吧？2辆、3辆、4辆，反正我觉得出现频率非常高。这是东台路的那个人行道上面，我拍一拍。这是柳州的老城区啊，就是市中心，它并不是新建的那个地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楼房呀比较老一些。现在新建的那种建筑不太像这样子。我再继续往回走几步。现在我看我是到哪一条路了，我自己都有点忘了，应该还是在东台路吧。对，应该是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辆接一辆的这个电动车，对吧？特别特别的壮观。这是我刚才拍摄的那个街的另一面。这个人他要开出来，估计嘛。好，现在我沿滨江路呢再走几步。因为我对柳州不熟，所以就随便走呗。现在早上大概是8点半左右，8点半9点左右。因为是国庆黄金周，所以我估计上班的人不多。我现在呢又走在我酒店附近的另外一条街了，也是几乎呢一辆接着一辆的这电动车。我看见有这种我们叫木车啊，这个人推着这种，他是来收那个破烂的，我估计啊，就是比如说纸盒啊、纸箱啊，或是塑料啊什么那种易拉罐什么之类的。这有个包子铺，就是市井生活。刚才说了，这里是市中心，所以它的房子呢比较旧，老旧。好像在本期的前面我也说过，还是上一期啊，我觉得我们广西的城市啊有点像台湾的，因为我自己去过台湾，所以我觉得有点比较。
应该有点像，而北方的城市呢，中国大陆北方的城市不太像台湾，但是南方的非常像。而且我觉得南方人讲话呢，也与台湾那边好像也挺像的啊。像刚才那位女嘉宾，她那个开车带我游柳州的这位女嘉宾，她讲的普通话，广西普通话就与台湾的有几分像。我们用肉眼看看吧，我觉得这条街道也是哈，就是电动汽车，它的比例我估计呢也有40%到50%左右，对不对？大家看看对不对？还是有50%到60%呢？反正我觉得比例挺高的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吧，应该啊，柳州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情况，我估计呢是全世界这个电动车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，或者是说最高的城市。我没有去过深圳这几年，所以我不知道深圳怎么样了。我前4年吧，我去过深圳，当时没有那么多新能源车，现在我不知道了啊。我觉得应该是3、4年，应该深圳改变也非常大，就是呢街上那个电动车的那个数量肯定也非常高。但是深圳呢是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，所以我觉得它电动车可能它的比例呢还是没有柳州高，而且那个比亚迪它的电动车，它没有这个50的电动车那么小，好像比亚迪它应该是没有2座的吧，可是呢50非常多2座，它2座它的定位呢就是普通市民啊上下班出行的时候这种开车用，就是代替了2轮的那种电动摩托车。这位阿姨可能是去买菜回家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啊，一辆接着一辆的，比例真的很高。这条路我不知道叫什么路，我就不介绍了，反正就是金沙角东台路这一带，就是方圆大概1公里左右。如果来柳州你想拍这种街景的话，就可以来这一带就可以了，随便走，你看到哪条街道可以拍你就拍呗。反正这一带我觉得它的那个电动汽车的比例真的非常高。我不知道柳州是不是每条街道都这样啊，还是光是这一带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应该全部柳州都差不多吧，也许呢就是这几条街可能稍微集中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合逻辑啊，为什么这个街区那么多的新能源或是电动车，而其他街区没有呢？所以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讲，应该是全柳州的分布呢都差不多。非机动车道就这样了。我觉得这次柳州之行啊，给我非常大的震撼，也让我对柳州这个印象呢大为改观。因为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虽然我是广西人，虽然柳州也是广西的一座城市，但是呢我真的可以说我没有去过柳州，所以对柳州根本不熟悉。但是我是能够听得懂柳州话的，应该是99%都能听得懂吧。柳州话和桂林话其实比较像，所以我们叫桂柳话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街头啊，可以经常看见有的人在跳这种霹雳舞啊，就是劲舞啊，还有的跳那个广场舞啊，像这种他是交流这种戏的那种心得，这帮人，这老人呢非常休闲，我觉得啊。然后这个城门应该是那个柳州市的那个城门和城墙吧。好了，以这为结尾吧，我觉得挺有生活气息的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